天庭凌霄宝殿，玉帝坐在宝座上，注视着殿内的文臣武将，以及刚赶回来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眉角带着少许笑意。长庚爱卿还真是无时无刻不在为天庭考量啊。虽然玉帝知道自己此时最满意的这个仙神只是纯粹考虑事情比较周全，各方面都会考量。此时天河水军奉李长寿之命，正借天河行军赶去北天门，准备下一波从天而降。卞庄带着2名天将押着那敖氏前来凌霄殿中复命。按水神大人的叮嘱，卞庄此时正低着头禀告有关敖氏作乱之事，而卞庄也算是良心，禀告时3句不离水神。西海龙宫太子敖氏今已被水神擒拿，龙宫叛军被水神逼退，西海龙王被水神解毒治愈伤势后，已赶去西海海眼镇守。因敖氏已有神位在身，西海龙王将敖氏交由陛下处置。一番禀告过后，玉帝缓缓点头，问道：西海龙宫此时状况如何？卞庄叹了口气：没了。没了？末将亲眼所见，西海龙宫只剩10之1/2，还得出现一口大坑，坑中龙尸遍布。卞庄的喉结颤了一下，低声道：据西海龙族一长老所说，西海龙宫之生灵绝大多数都被人控制了心神。末将所见，西海龙王身周只余寥寥数百亲信。从当场情形来看，水神与那些龙族叛军必是有过一场绝世大战，一力护下了西海龙王和龙母。玉帝不由皱眉，嗓音也有些着急：水神可无恙？陛下放心吧，水神连衣袍都没有半点褶皱。玉帝这才是略微松了一口气，旋即笑道：也是无多虑了，长庚爱卿人教出身，如何会被这般宵小所伤？卞庄爱卿，长庚爱卿现在何处？水神让末将与天河水军赶去北天门，随时策应北海龙宫。水神此时具体在何处，末将也不太明了，应该是去了北海。玉帝缓缓点头，目露思索。高台下的东木公拂须轻吟，走出几步，行礼道：陛下，如今南海东海都已起了战事，水神一力斡旋，怕也分身乏术。陛下虽已命水神照应四海，但此时四海吃紧，天庭也不可不管。穆公所言有理。玉帝沉吟几声，下令道：穆公，这便点起10万兵马，去东海相助东海龙宫，再着1员大将带10万兵马去南海龙宫驰援。东木公立刻领命，风风火火赶去通明殿调兵。这一次天庭的动作并不算慢，很快就有10万兵马汇聚于南天门与东天门。像这般好戏大事，自然少不了某位一身正气、心胸豁达的华日天元帅。南海方向的10万天兵便是由华日天与2位不配拥有姓名的天将统帅。考虑到其他天将实力不足，此时南海各处龙族大军与海族叛军打得火热，华日天只能够亲自动身，潜藏身形，赶去南海龙宫与龙族碰头。有理有据，无法反驳。玉帝的这化身本是想去找自己长庚爱卿会合，但是他到了南海龙宫，以天庭元帅的身份见到了南海龙王，却根本不见长庚爱卿的身影。问询龙王，龙王也是说水神并未来过。华日天心底一叹，知道自己选错了方向，自家长庚爱卿应是去了北海或者东海。正遗憾不能与长庚爱卿并肩作战，华日天心底一动，突然就感应到了水神神力之所在，似乎就在方圆万里内。这也算是天帝的一点小全能。当下华日天与南海龙王约好出兵信号，便匆匆离开南海龙宫，想去与李长寿会合。但让华日天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意外地掌握了自家大臣划水摸鱼办公期间勾搭仙子的第一手资料。且说华日天刚出龙宫，先是朝着自己感应到的高空探查，却发现空无一物，又仔细地搜索一阵，
依然是毫无所获，这不由得激起了华日天的少许好胜之心。于是凌霄宝殿中的本体闭上双目，直接调动天道之力加持于化身之上。华日天双目绽放金光，顿时看透了那片空荡荡的区域，看到了那白发苍苍的老者以及被仙光白雾笼罩的倩影。长庚爱卿这似乎是在谈情说爱。啊，不对，好你个李长庚，在吾面前都是用化身，本体竟只是在这般情形下才现踪。玉帝化身心底笑骂了2声，又泛起了新的疑惑，这仙子又是哪位？吾这化身有天道之力加持，竟全然无法看到。怕惊动这位女仙，华日天并未多看，故意放出气息，大摇大摆地向着南天门飞去。他毕竟是玉帝陛下，总不能飞上去主动跟自家大臣打招呼吧？再说了，要是直接撞破也有些不美，如此可以给臣子心理准备。嘿嘿，这是天帝的小细节。长庚爱卿做事沉稳，应当不会如此大意，发现不了吾这化身。然而直到华日天远远地看到了天庭大军，呸！说什么全心为天庭都是幌子。不过这般的长庚爱卿倒是更让吾安心一些。华日天眯眼笑着，先与天兵天将会合，他略微思索，便带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赶去了李长寿所在之地。他们只是在支援龙族的路上拐了个弯儿，凑巧就路过此地嘛。南海龙宫西北方，一朵白云上，李长寿维持着海神的面容，背着手走在云上，与一旁的云霄仙子详细地解释着西方龙宫与自己的恩怨因果。自然，李长寿隐藏起了大部分算计的内容，略微增加了一些戏剧性。他将南海海神教的发展、龙族对天庭态度逐渐变化、西方教不断压迫这几条线合并起来讲述，尤能说的条理清晰，丝毫不乱。云霄在旁听得入神，不时也会问几句，而且每次开口也都能问到点子上，这让李长寿颇有他竟懂我这般知己感。这其实并非是云霄懂他，只是云霄能够一眼看到各处矛盾点与症结所在。而李长寿此时也略微的体会到了，为何截教各位大佬会对云霄仙子都存了或多或少的敬畏。他每次问的问题当真都太难回答了，就如他所问的，道友又如何断定自己推断之事必然会发生呢？天道有变数，大道常证明，推算有时也会被人蒙蔽，这些其实都是做不得准的。圣人老爷既有蒙蔽天机之能，那圣人老爷或许也有再造天机之力。你修为原本连金仙境都无，若算错一步，岂非是拿性命去赌？李长寿沉吟几声，颇为认真地回答着，我并不擅长推算与占卜，仙子也知，我修行岁月不长，道境也并未达到那般高深，推算时也触碰不到太多天机。云霄奇道，那你如何做到这般？想。李长寿指了指自己的心脏，在洪荒中入乡随俗，自不能是指脑袋瓜子了。想？可否对我详细说些？自然。首先，我所做出的推断都是此事的大方向如何发展，尽量去省略微小变数，不然心神肯定是不太够用。我习惯用的方式是将每个可能出现的情形列出来，再将这些情形会出现的重要事件做成简单的选项，这样就如同一条线上串起了一个个方格，又裂开了几条不同的分支。你心底能想到这般情形吗？
李长寿的双手比划着，云霄在旁边轻轻颔首。他继续道：当列出所有的可能和发展方向，就可以根据可能性的不同，提前做出针对每种情形不同程度的应对。而当此事一步步发生，一条线上的方格不断被点亮，那后面大概的发展脉络也就可以知晓了。竟是这般。云霄轻吟几声，随后眸中满是赞叹。若说谋划之全，当应如此。只不过这般或许太耗费心神了。啊，关于龙族之事，我想了7年有余。云霄轻轻皱眉，轻问：不会感觉心神疲累吗？有一些，但是比起回报，这点累倒算不得什么。那道友最长的一次想持续了多久？17年。这17年一出口，李长寿的心底刚安静了一阵的话痨灵念又开始不断滴滴滴滴滴滴。他爷笑骂道：你这家伙不愧是老爷看上的小家伙啊，算计一件事能连续想17年，黑还是你黑。那乾坤尺接道：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小人不得了啊。李长寿淡定一笑，就当这是单纯的赞扬。云霄柔声道：那我可否问，是为了何事要想这般久？道门。不过首要出发点也是因我在道门之中，总不能也让你这般问我，我可否也问你几个问题？问便是了。你能对我开诚布公，我如何不能对你推心置腹呢？李长寿双手一摊，还好不是肝胆相照。云霄不由得笑意更浓了。李长寿心底思量了一阵，问道：听常人说，遇强则强，遇弱则弱，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云霄仙子不由轻嗔：你怎地还真考起我了？便是嗔怪，竟也是如此温柔。他慎重思量之后答道：若我来说，这大半是好事。错了，这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是坏事。李长寿正色道：首先便是自身之强弱不稳，变数太多；其次要依靠敌手之强弱来决定自身之强弱，便是被人牵着鼻子走了。算计之事最重要的便是有自己的节奏，不能被敌手所影响。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点浅见。云霄仙子仔细思索，缓缓点头，笑道：云霄在这里受教了。李长寿清了清嗓子：若仙子你与旁人比拼谋略，你考虑较深，到了第5层，而旁人只是到了第3层，此局可是稳赢？云霄下意识地抬手理了一下耳旁的一缕青丝：并非稳赢，有时过多谋算，反而被对方歪打正着的破掉。善。李长寿默默点了个赞。云霄笑语反问：那水神大人，你可有解决这般情境之法？很简单，去站在每一层。云霄顿时陷入思索，细细品味。正此时，李长寿眉头一挑，看到了天空中飘来的那朵白云，以及其上天兵阵列。天庭兵吗？不是在南天门待着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不是把伏兵玩成了名牌？随之李长寿看到了站在天兵之前的日天元帅。那没事了。李长寿道：仙子可要随我一同过去？你不怕我为你惹来麻烦便好，我却是无碍的。李长寿洒然而笑，驾云带着云霄仙子迎向天庭兵马。离着这10万大军稍近，云霄轻咦了一声：功德金身，天道加持，那里莫非是玉帝师叔的化身？
这感情道门大佬都能一眼认出来啊！玉帝这化身得是有多失败啊！哎，虽然依旧另受眼红吧。云霄停在云外，并未跟着继续向前，显然不想与天帝照面，不然行礼不行礼都是不妥。李长寿向前与华日天互相见礼，华日天对他一阵挑眉：“水神，那位仙子是谁呀？怎么不跟咱们介绍介绍？”李长寿正色道：“啊，那是我好友，截教外门大弟子云霄仙子。”华日天眼前一亮，又顺势上前勾肩搭背，对着李长寿的肋下轻轻打了一拳，低声道了句：“可以呀。”但是叮的一声，华日天就感觉自己像是打在了乾坤壁垒之上，一缕反震之力顺着拳风倒卷而回。玄黄塔。华日天看着李长寿，又看看远处被云雾包裹，此刻依然无法看清的那道倩影。身为堂堂的天帝，他此刻竟然掐柠檬，太酸了。李长寿淡定的传声：“云霄仙子早已经认出了陛下。”华日天瞬间收回胳膊，抬头挺胸，身上的战甲散发出了淡淡光亮，让自己看起来多一些威风，多一些威严。水神，南海何处战事吃紧，咱们赶去支援，也好让更多生灵免遭涂炭。华元帅莫急。李长寿正色：“此时各处局势，龙宫尚且应对过来，咱们既然来了，不如就去海眼附近镇守，那才是龙族的死穴呀。”善。华日天点点头，随后两个人对视一眼，目中都露出了几分疑问：“海眼怎么去？”龙族将四海海眼都藏了起来，道祖又用大法力遮掩了九巫泉的天机，提防被人寻到九巫泉祸乱天地。此刻怕是没有南海龙宫指引，或者是圣人老爷推算，也寻不到。